还不少啊！排击炮上去，先给他来个五雷轰顶，让他知道胡爷爷的厉害。是。什么鸟公式？嘿，上去了，你看看。哎呀，当初还以为这仗有多难打，没想到这帮人呐都是纸老虎。当初苏司令跟我说这个小尖山多么难打，哎，我还真信呢。结果还被跑到陈老总那儿告了我一状，说我太轻敌了。你赶紧给他打一电话，告诉他。不到20分钟，我就把小尖山给他拿下来了。啊，你还愣着干什么？我去抽一袋。快点，快！我觉得有点不对，怎么了？怎么回事？这到底怎么回事？啊？怎么回事？怎么会这样？怎么回事啊？政委，卫生员，卫生员，卫生员，政委，政委，政委，参谋长，组织第2次攻击，把迫击炮都给我拉近点！你个怂包，打下来还会丢！叫他们团长跑不过来见我。老虎，敌人的攻势里恐怕有点名堂。有什么名堂？攻进了敌人阵地的同志，全部都牺牲了，具体情况还不是很清楚。刚才我找参加攻击的几个同志了解了一下，部队冲上去的时候，山顶上已经看不到多少敌人了。敌人肯定是躲在工事里，最少有3道，火力交叉配置，前后交替配合。你个怂包，他们就会修工事。这一次，我们先占领第1道。然后再向纵深发展。报告，师长，伤亡多少人？200多个。你也是跟我打了多年的老同志，就他娘的这么个破山包，你给我伤亡了200多人，还给我来个翻来覆去。师长，这一次我们一定能拿下来。我告诉你，这次你再要是拿不下，你这个团长算当到头了。是。告诉部队，要做好同敌人近战的准备。工事里敌人肯定不少，要端着刺刀上去，要发扬我们善于近战的特点。是，我把迫击炮全部交给你。攻击之前，你先给我来个5雷轰顶，把前沿的主要工事统统给我炸掉。是。告诉你，拿不下来，别回来见我，快下一部署。是。参谋长，到，给我炸！是。
攻击发起之后，各个穿插部队进展顺利，歼灭了整编11师工兵营和骑兵营，完全切断了69师同11师的联系。现在11师正在猛烈攻击飞龙山，企图向小尖山靠拢，打通同69师的联系。我们对69师师部的包围也已经形成，小尖山方向正在展开第2次攻击。报告，11师向飞龙山方向又突入2个团。飞龙山方向压力很大哟。现在的关键是小尖山，只要拿下了小尖山，胡琏就会打消同代支旗部会师的念头，向后退缩，以保证他自己的安全。天就要亮了，天亮之前必须拿下小尖山。天亮之后，11师对飞龙山的攻击会更加猛烈，敌人的飞机也会赶来助战。这个火焰弹是这么高的吗？第1次攻击明明不是已经上去了吗？怎么又让敌人给返了回来嘛？1、2次没有站稳脚跟，也是正常的。现在不能骂他们，再给他们一点时间。命令，1纵、2纵、9纵，向69师师部所在的仁和围发起总攻，务必在天亮前攻入仁和围。对小尖山的第3次攻击依然没有得手，对69师师部仁和围的攻击也没有成功。命令有关部队，白天做好充分准备，黄昏再发起总攻。是。这就意味着，担任阻击的部队必须在敌人的猛烈攻击下，再坚守1天1夜。可是敌人为了援救代之旗，必然会倾尽全力。阻击部队会不会发生问题？小尖山，关键还是小尖山。火焰弹，华东野战军这个脸呐，都让你给丢尽了。2个野战军合并以来的第1仗啊，你就打成这个样子，上去一次被敌人赶下来一次，上去一次被敌人赶下来一次。你这是打仗还是上床啊？啊！战前我还替你吹牛，说你打仗有一套。
还吹嘘你是山野最能打攻坚战的部队。告诉你，一想到我说过这句话呀，我都没脸见人。傅延代啊，你给我听好了，限你在今天中午之前必须拿下小尖山，不然你这个脸呐，就不要挂在脑壳上了，以后啊，就挂在你那个屁股上吧。我的炮！我的炮呢？师长，我的炮呢？迫击炮！师长，我的炮！师长，炮！师长，师长，快离开这儿！这是敌人的炮击群，快走！我和胡林江打了一辈子仗，从来没丢过这个人。两个怂包！老子今天踏不平你这几个山包包，我他娘就不姓胡！保护团6团给我调到正面来！快！师长，苏司令来了！首长，你怎么来了？这儿很危险，不是你来的地方。走，上前时刻走去。快！苏司令，首长，我没脸见你。坐。林政委伤势怎么样？头部中弹，重伤。昨天晚上对仁和围的攻击也没有得手，69师防守之严密，斗志之顽强，都超出了我的估计。我们原先的计划是，天亮前歼灭69师，然后趁敌人各路援军未至，转而包围歼灭敌11师。但是因为昨天晚上没有能够实现预期目标，今天在飞龙山一带，对敌军11师的阻击，还在持续整整1天1夜。阻击部队现在压力很大呀。他们都是临时穿插到位的，根本来不及好好构筑工事。我明白。要是昨天晚上我拿下小尖山，11师今天就不会再攻击飞龙山了。如果现在小尖山在我们手上，我可以不守飞龙山，而是把阻击地点放在小尖山。小尖山地形有利，阵地坚固，便于防守，而且我们还可以把小尖山阻击的任务交给你。抽出正在飞龙山阻击敌人的那个主力纵队，投入到对仁和围的总攻，迅速消灭69师。都他娘的怪我！我影响了全军的作战部署。我告诉你这些情况，是为了让你对全局有一个了解。你现在必须冷静下来，好好研究总结前面几次的经验教训，重新组织战斗，一次拿下小尖山。这一次，我亲自到前面去组织。你是师长，不是营长、连长。这样吧，你把主攻部队的指挥员和机关的同志都召集起来，我们好好研究一下。喂，司令员，陈老总，请你听电话。好，陈老总。所以啊，敌人对飞龙山的攻击十分猛烈啊，部队要求撤退。我已经命令他们，一步都不许后退，哪怕打到最后一个人，也不许离开阵地一步。陈诚正在亲自调度各路援兵，增援11师和69师。我们布置在各地的阻击部队啊，已经同敌人结伙了。好，我知道了。战前我们对小尖山敌人的攻势情况缺少了解，这是一个不足。从刚才大家谈的情况来分析，这个攻势很有特点，主要特点就是在攻势里面修筑了攻势，在掩体里面修筑了掩体。我们的部队打上山顶之后，注意力都注意在阵地表面。这时候躲藏在阵地里面的敌人就会向我们突然开火，让我们防不胜防。首长，你说的对，就是这样。我们的部队刚一上到前线，就发现里面全是敌人的机关。这种攻势我从前也没有见过，但我想这也没什么了不起。我们可以这样：攻上了敌人第一道防线之后，
不要马上向纵深发展，而是停下来，采用爆破的办法，把他工事完全炸毁，然后再向纵深发展。占领他的第2道防线之后，依然还是停下来爆破，把工事完全炸毁。这样一步往前走，他暗藏的工事机关，他设计好的各种火力配置，就不可能再发挥作用。你们看，这样行不行？肯定可以。这样肯定可以，这样他就拿我们没办法了。老胡，你看呢？我看行。黄团长，你赶紧回去准备，多准备些炸药包。纵队的迫击炮已经全部损失了，我没有炮火支援你们了。你们要自己想办法。有一个山炮营，现在我交给你，他们现在已经到山脚下了。真的？有一个山炮营？快，赶快下去准备。是。打完了这仗，你赶紧还给我。他们还要参加对69师的总攻。谢谢苏司令。明天中午12点之前，要一举拿下小尖山。是。郭延歹，你怎么给我打的仗？这仗不用你打了，转成预备队。60从苏州回来了，由他们接替你们李三福。陈老总，怎么了？陈老总让我们撤离战线，变成预备队，然后由6师来接管我们。6师来了。他说6师从苏中今天刚过来。苏司令，我求求您了，您跟陈老总说说，啊，您让我留在小尖山，回去枪毙我都行，我死我也死在小尖山上。苏司令，我求求您了，你跟陈老总说说，啊，这样吧，你们还是照常准备战斗。回去我跟陈老总商量一下。谢谢，苏司令员。司令员，司令员，陈老总用的是激将法吧？哪来的6师啊？6师还在涟水呢。开始我也吃了一惊，后来忽然想明白了，这是陈老总的用人之道啊！以后啊，我们要学着点。走，挥师挥步，走，撤！胡兄，你的部队现在到底到了哪里了？戴师长，情况看起来很不好啊！我费了9牛2虎之力，也无法突破共军的飞龙山防线。胡师长，你要不惜代价向6师、9师靠拢。增援部队为什么到现在连个影子都没有啊？陈总长，我的部队现在已经将共军围的是水泄不通啊！他们这是要彻底吃掉我呀！陈总长，戴师长这次看起来恐怕要麻烦了。胡师长，在这紧急关头你就伸手拉兄弟一把吧。戴师长，请你无论如何再坚持1天1夜，增援你的各路部队，沿途受到共军的阻击。但是我向你保证，1天1夜之内，援兵一定赶到。各部队注意，下午6点整，向盘踞在仁和围之69师师部发起总攻。快说，苏司令的办法怎么样？苏司令的办法太好了，敌人的2道工事全给炸毁了，工事里的敌人都将我们给活埋了。部队伤亡怎么样？我们的伤亡很小，很小。你们不要着急，躲在第3道工事里的敌人会很多很多。你们一点一点给我炸他个怂包，没炸开的时候千万不要给我硬往上冲，知道吗？瞧好吧。哎呀，哎，9名，哟，过来，我烟袋呢？哎呀，哎，参谋长，赶紧向苏司令报告战斗进展顺利。老胡，不急吧？打完了再报告也不迟吧？不行，现在就得报告。等打完了仗，我得到陈老总、苏司令那儿做检讨呢。快去！
师长，报告师长，第3道工事都给他炸了。太好了！啊，这么快！一团把炸药包排在了一起，给他来了个集群爆破。好样的！快去！是。哎呀，我靠，翻了身了！司令员，小尖山拿下了。命令胡定桥整理部队，修复工事，准备阻击飞龙山增援部队。命令飞龙山阻击部队天黑后逐次撤出阵地，到小尖山以北地区休整待命。是。还有啊，注意防空。好的。师长，小尖山守军失去联系，估计小尖山失守了。其实这是早晚的事。69师怕是保不住了。师长，我们怎么办？共军吃掉了69师，下一个目标一定是我们。那我们是不是要向徐州方向进发？不，我们不能丢下69师不管。这种事情我胡连做不出来。继续全力猛攻飞龙山，去跟空军联系一下，他们的炸弹太小，让他们换大个的，汽油弹、燃烧弹，给我使劲的扔。师长，空军很可能包围我们。不要再多说了，赶紧给我去。是。师长，代师长呼叫。戴师长，我军正全力向飞龙山猛攻，你一定要坚守。胡兄，拜托你了，我们69师上下2万多弟兄，全靠你了，胡兄，拜托了。戴兄，只要你守住今天晚上，我们就有办法。叶飞纵队报告，敌人炮火太猛，还有飞机追着打，部队无法撤出飞龙山阵地。小尖山已经在我们手里头了，福林仍然不退，胆子也太大了。这几个都是敌人中最死硬的分子。我看呐，那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啊。老总啊，打一次全线反击，以进为退怎么样？我看可以，让他们准备一下全线反击，利用敌人后退的间隙啊，迅速撤出阵地。我们现在暂且先不跟胡连计较，等打完69师啊，然后再来收拾他。老总，马上就6点了，下命令吧。命令，攻击69师的各部队，总攻开始。是。总攻开始。向共军可能出现的所有区域开炮射击。是。师长，师长，怎么回事？慌什么？飞龙山上的共军打下来了。难道共军攻陷69师是虚，攻击我们11师才是实？师长，共军包围过来了。师长，快走！放开我！共军使了这么多障眼法，原来是要打我们！快开车！
师座来不及了，吧，快换衣服吧，快走吧，师座。滚！都给我滚！滚！走，走吧，走。戴师长，无论如何，你再坚持一天。我正在重新集结兵力，等张灵甫的74师一到，我们一起打。一定会把你救出来的。吴兄，谢谢你们了，我恐怕是等不及了。我的老婆孩子就托付给你了，看在你我兄弟一场的份上，给他们碗饭吃。戴兄，戴兄，交枪不杀！举起手来！吴兄啊，兄弟先走一步了，你好自为之吧。苏北战役是山东野战军和华中野战军合并后发动的第一场大战役，歼灭国民党整编第69师21000余人，粉碎了国民党军对我山东、华中两野战军实行各个击破、迅速结束苏北战事的企图，给在卫国大上大肆吹嘘国军节节胜利的官老爷们一记响亮的耳光。哎呀，这叫啊，动作坊七日，世上1000年呐！我们在山神庙里才做了2、3天，整个整编69师啊，都全部报销了。是啊，是啊，胡连要不是跑得快，早就被我们包围了。哎，对呀，哎，陈老总，打了这么大的胜仗，不能没有诗吧？是嘛，已经有了啊！你们听听看啊。敌到运河去，举荐复河矣。试看峰山下，埋了带子气。好事，好事。这副对联才好呢。风起云涌惊天地，三伏妙音不齐兵，苏北大捷。好，哎，怎么没看到宿舍里呢？
戴志奇，你不是一个合格的将领。你既不知己，更不知彼。轻敌在前，切敌在后。有什么必要给你的蒋家王朝殉葬？越来越靠近北方了。北方的冬天真冷啊！要改变被敌人四面包围的局面，还必须打更大的歼灭战。更大的歼灭战。进！进！戴志奇呀，戴志奇，你还欠我一顿德月楼的鱼翅宴呢。他是无法见约了。非也，殊知不是你欠他的呢。说得对，说得对呀。对什么呀？死无对证啊！到底他还是吃了轻敌的亏呀。不只是飞龙山这一次，一路上他常常是丢开11师，单独一个劲儿地往前冲。苏玉肯定是早就注意到他了，就在等着一个合适的机会。所以这次机会一来，苏玉就一下子派了几个纵队，两面穿插，先把11师和69师彻底分开，再四面阻击我各路援军，然后用几个纵队围着69师打。69师一个师就是钢胶铁柱，也扛不住这样猛烈的攻击。要是我们有2个师在一块儿，情况就完全不同了。季华，你不在前线不知道，地形条件千差万别，2个师有4、5万人，要想紧紧靠在一块儿，其实也很难。但是除此之外，没有再好的办法了。来，光庭，委座招你回来，是为了什么事儿啊？东北共军的势力越来越大，我想收缩兵力，守住阵线。是啊，现在能稳住阵线的办法是上策。守住了阵线，等华东这边解决了，抽出兵力去东北，只有到那时候，才可以转守为攻。等华东解决了，等吧。从整体军事实力上讲，我们还占有优势。现在主要是战略问题，主要是政治问题。哎，政治、战略、指挥、
都有问题。看看我们国军里的那些老爷们，到底有几个在真心打仗？前线情况这么紧张，顾祝同、汤恩伯他们，到了晚上10点以后就不接电话，说是神经衰弱，全是屁话。神经衰弱，神经衰弱就应该趁早滚到乡下去做财主，占着茅坑不拉屎。你们看陈毅和粟裕等人，从来就是和作战部队滚在一起呀。共军打这一仗，其实损失也不小。胡琏还是很够意思的，拼了性命，想打通同69师的连接。各路增援部队在陈总长的亲自督促下，也都拼了命。共军光打阻击这一项，损失就会不小啊。共军的数字，我们总是算不准。我要去见见粟裕。啊？我代表戴志奇的家属去祭扫他的坟墓。党国不能不让我去，共军也不能不让我去啊！你疯了？我就是疯了。你又不是没见过粟裕。我一定要再去见他一次，不然的话，我再也猜不出他会想什么。这样，你先去见见张灵甫，他现在正在由涟水前往沭阳的攻击路上。张灵甫是华东共军的老对头，共军肯定对他有针对性的行动。你先去替他看看风向，然后让张灵甫送你到共军的控制区。如果见到粟裕，替我致以问候。上次在徐州，我们谈得很好。我们是军人，不是政治家。他打仗打得好，我敬佩他。哎呀，天真冷呐！哎呀，天冷的时候，头痛会好一些吧？同天气没有关系，他说来就来，毫无征兆。哎呀，讨厌，非常讨厌。到底是啥子感觉呢？感觉就像有许许多多钢针扎进来一样，头部温度会骤然升高，感觉这头发、皮肤就像烧了起来，像着了火。哎，真是不可思议啊！来，我同地下党的同志商量了，想从上海请个大夫过来给你看一下，不过一时半会儿可能到不了。看来这不是一时半会儿就能解决的问题啊！先熬着吧，等战争结束以后再说。哎，也不知道那检讨怎么样了。放心吧，不会有问题的。我这跳得突突的。没事儿，没事儿。哎，那不是傅烟台吗？老胡啊！哎呦喂！陈老总，我的检讨。我说傅烟台，你这个检讨我看了，写得不好，重写。陈老总，您就饶了我吧，那都是我写了一宿的，这再写可影响我战斗力了。是呀，我还是看在苏司令跟你说情的份上，要不然连个班长都不给你当。我领苏司令的情。你服了没有？服了。口是心非吧？绝对不是，绝对不是，我是口服心服。哎呀，苏司令不光懂战略，会指挥，这战术也是嗷嗷叫啊！老胡啊，你学坏了，学会当面吹捧了。不，绝对不是吹捧。苏司令，那天你要是早点来，可就好了。那时候主要是你不太冷静，其实办法很简单。哎，两位首长，
这次又要打谁呀？我和老总正在讨论呢。啊，苏北战役前，敌人分4路进攻我们，我们消灭了69师，打退了他1路，但是现在他把这1路一补上，我们还是处在被包围的态势中。一次打他1个师有点不过瘾，下一次咱们一次打他2个师。哎，这和毛主席的想法非常一致啊！啊，哎，苏司令，你可答应过我的，战斗结束后到我们师吃饭，你可没忘了吧？我答应你老胡的事情干不去吗？这样吧，等你们政委商好以后，我一定去。好，一言为定啊！啊，我们走了，我们走了。慢走啊！首长好。哎呀，戒备森严呐！哼，这比我们2个的保卫规格都要高哦。这是我规定的。现在院墙外面的各个角落都有岗哨。好，袁志刚，小袁。哎呦，小袁，首长好，陈老总好。陈老总慰问你们来了。哎，谈不上啥子慰问，哎，顺便给你们带点好吃的来。好。这是69师中将师长大人专用的炼乳罐头，老总啊，想让你们尝一尝。谢谢首长，我就知道2位首长一来我们就有好吃的了。只要你们拿出东西，这些好吃的，那老总是舍得的。来，首长，里边暖和一下吧。走啊，走。首长，来，请进。哎，走。首长好，不要耽误你们工作。哎，小袁，我让你盯着74师，有什么收获没有？刚刚截取了一份电报。小陈，译出来没有？译出来了，首长给。好，是徐州绥靖公署长关薛岳发给张灵甫的电报，命令张灵甫在23号之前必须占领沭阳。能完全破译敌人的密码吗？这得看运气了。敌人经常更换密码，每换一次我们都要及时的跟上。苏司令经常和我们一起琢磨。不过敌人现在用的这套密码，我们完全能够破译出来。陈老总，我估计他们马上又要换新的了。怪不得苏司令把你们当宝贝了。跟我们的判断完全一样啊。我们走吧。走了。好。如此一来，张灵甫就有孤军冒进之势。打74师有把握吗？我们可以集中5倍以上的优势兵力，完全可以打得下来。这胜利的把握有9.9成。为啥这不是10成呢？就怕他不来。他要是不敢来，那我们可打不成。这个张灵甫也有害怕的时候啊。现在的张灵甫同几个月之前的张灵甫已经不是一个人了。就算他没有变成一只受了惊的兔子，也变成了一只多疑的狐狸。74师和这个171师一直靠得太近，恐怕没有分割的机会啊。不怕，我们可以强行分割，而且一定可以分开。哦，我看你倒是越来越自信了来，第一次攻打涟水，你损失了6000；第2次攻打涟水，你又损失了4000。虽然都给你做了补充，但是毕竟是新兵多，比不上过去你自己亲自训练的老兵啊。是啊，来来，我正在加紧训练。你跟171师的关系怎么样？他们是桂系部队，我能同他们怎么样？一战涟水的时候，我杀了他们几10个溃兵，他们恨我入骨，到南京到处告我。这一次又把我同桂系部队放在一起，这不合适啊。
我跟薛岳说了，他说没办法，兵力调配不过来。上次盐城一战，桂系65师的李铁牛，一听到共军的枪声，撒腿就跑，把83师丢在后边不管。李天霞差点送了老命啊！所以啊，同桂系部队一块打仗，一定要小心呐。一战连水的时候，本来就要打过去了，也是因为他28师跑了，我的侧翼部队完全裸露，所以我才匆忙撤退啊。哎，我们国军打仗什么时候能跟共军一样，没有这个系那个系的？所以我说，这一次你可一定要格外小心，最好能等到第7军，还有整编28师，还有欧震的兵团都到齐了，然后组成密集的队形，齐头并进。在几个月之前，这话我是听不进去的，但是现在，我得听你的。哎，宿县、沭阳一带是谁在指挥啊？你说呢？这次共军打69师，战术灵活，动作果断，看的人是眼花缭乱。难道是他又过来了？不是他又能是谁呢？据我判断，共军的2个野战军已经合并了。哎，怎么又是他呀？我真不想碰到他呀。这一次，你能找到粟裕吗？我也不知道啊。张灵甫，他是不敢来呀。我在这里已经整整等了他4天了。你不是一个优秀的军人，也不是一个优秀的将领，但是你为了党国杀身成仁，你比那些口口声声把党国挂在嘴边，却无时无刻不在损毁党国的蛀虫们，高上1000倍、10000倍。我丁继煌敬重你。一纵12分，独一师11分。啊，这个是独3师的。师长好，师长好，你们好。陈司令、宿司令，鲁南的土砍出来了，先发给部队一部分。好啊，及时。我和苏司令还担心你们赶不出来了。要说也挺难的，手摇取印机24小时不停，也只能印几百张，拼成整图也出不了多少份。我跟苏司令商量了，要给你们增加力量。现在部队多了，作战的地域也广了，
地图的需求量也大多了，这个小作坊啊根本不行。那太好了。另外，我们修图补图，还有些敌我拉锯区存有盲点，我们搞地测的同志进不去。到时候让部队配合你们，让他们把敌人吓唬住，你们过去作业。对头，派部队啊和你们演双簧，把图啊测准测全。首长把难题都解决了，我们一定努力把工作做好。张灵甫迟迟不来，我们等不起了。我们在这里不走，各路敌人就会齐头并进包围上来。战场的空间就会越来越狭窄，我们运动的余地也会越来越小。算了，客人不来，我们也不能光等了。以后见面的机会还多呢，还是让我们上次商量好的第二套方案，转兵路来，阻挡敌人啊对山东解放区的攻势。好，转兵鲁南，现在就走。进犯我鲁南根据地的敌人一共有3路。周玉英的整编第51师位于枣庄地区，冯治安的第33军位于台儿庄地区，这都是杂牌军，战斗力都不强。还有一路是马立武的整编第26师和第1快速纵队，这是嫡系，全部美械装备。蒋介石一共有3个王牌军，整编第74师和这个第26师都是其中之一。请同志们好好想一想，我们到底先打哪路呢？是先打弱敌，还是先打强敌？好，请同志们好好考虑一下。我出去有点事儿，马上就回来。哎呀，大家都说句话呀！到底打哪个啊？哎，老总，什么事儿？戴子琪的家人呐，派人来祭拜，你晓得吧？昨天你跟我说过呀。是啊，现在呢有2个情况。第一呢，戴子琪的家人托上海的民族人士啊李先生啊带了一封信。嘿，我不能不买账啊，但是呢，我也没有客气啊，给他提出了一个交换条件，让他呢从上海给我找一个最好的脑科医生，是不是？这个大夫啊，一起来喽！哎呀，我说老总啊，我不是跟你说了吗？这事以后再说嘛。哎呀，你这个身体啊，关系到我们华东野战军的生死存亡。哎，这个不是你个人的事情啊，你就不要心里别扭了。就算组织上对你的关心，啊，哎，那你说的第2个情况呢？这个他们那个家人说认识你，想跟你见一面。认识我？谁呀？好像是叫这个丁继煌。哦，丁继煌啊。我知道。我去徐州参加军调会议的时候，他接待过我。那时他是国防部的上校参谋，是专门研究我们华东军事的。是这么一个人。既然有朋自远方来，那就见一见吧。哎，可是保卫处的同志讲，有泄密的可能呢。我们2个在这一带指挥打仗，新华社昨天已经发了通讯，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。再说了，我们不是马上就要走了吗？好，那你就去见吧。好。哎，但是啊，这个人醉翁之意不在酒啊。我也想摸摸国民党方面的情况。这个人还是很有眼光的。好，见吧。啊，好。嘿嘿。是啊，这打仗就打那强的，这弱的打了半天有什么意思啊？对不对？啊？讨论好了没有啊？是先打哪一路啊？哎呀，大家商量个半天也没商量个是非来。这个周玉英跟冯治安打是好打，可是打了这些杂牌部队啊，他蒋介石不疼不痒的。不错，只有先打掉马立武的整编26师加第1快速纵队，才能改变鲁南的态势，制止敌人进一步深入山东根据地。好，哎，
咱们就先打马力舞。哎，大家说好不好？好。这个，但是26师再加上一个快速纵队，非常难打呀。哎呦，先生，你好，让你久等了。你好，请坐，请坐。请问先生贵姓啊？我姓王。哦，这交战时期，王先生冒险从上海过来，一路辛苦了。这是李老先生交给我的事，我不能不答应啊。实在是多谢了。哎，要看病的人就是你吧？是我。你太瘦了，你的脸色也不好，你要加强营养。王先生说的对，这忙起来，总是不想吃饭。我见过周恩来，他也很瘦。你们共产党人是不是都这么瘦啊？是啊，现在我们全国人民都很瘦，除了国民党那几个权贵。这话说的有点意思。长官有什么需要我的地方，请尽管吩咐。哎，王先生，千万不要再称呼我为长官，我姓苏，就叫我老苏吧。好。我这里中过弹，现在还有弹片留在里面，经常头疼，有时候疼得非常厉害。我先给你检查一下吧。来，你坐这边。好。来，坐这儿。我现在按哪些地方要是疼的话，你就说一声啊。这真是一次神奇之旅啊！朋友们听说我来这儿，都说这里正在打仗，根本就没有可能。可是经过国统区啊，一路都是国军的部队在护送。进入你们的控制地区以后啊，一路都是你们的部队在护送，一点都没耽误。从上海到这儿，平常也需要3、4天，可是这次啊，只走了2天就到了。哈，这确实是神奇之旅。不过这里面还有一些其他原因。我想你以后可能就知道了。哦，在上海的时候啊，根本就想不到，国民政府的天空之下，会有这么多共产党部队。所以说呢，这就叫天外有天。天外有天。同志们，加油啊！跟上队伍，跟上！隐蔽！隐蔽！快隐蔽！同志们，继续前进！他奶奶的！这下肯定狗日的看见我们了！哎呀！陶勇报告，他们在穿越陇海路时被敌人飞机发现了。怎么搞的？不是命令他们隐蔽行军吗？我想，他们大概是想趁天还没有大亮，多赶点路吧。如果让敌人发现我们向鲁南运动，就会暴露我们下一步的作战意图。苏宇啊，你有啥子办法？既然他们已经发现了，那晚上赶路就没有意义了。啥子意思？兵者，诡道也。
虚则实之，实则虚之。他们不是要空中侦察吗？那我们就给他来个将计就计。给陶勇发电报，让他们改成以营连为单位，白天行军，队形要乱一点，跑得要快一点。遇上飞机的时候，最好是到处乱跑。我明白了，这样既可以迷惑敌人，又可以加快行军速度。这个办法好，这样一来呢，敌人就无法判断空军看到的情况喽。啊！另外让他们在途中要抓紧时间，发动部队研究讨论打坦克的办法。